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国际大风吹，每礼拜探讨一个有意思的国际话题。日本竟然是间谍活动的天堂。最近，《纽约时报》独家报道，俄国在日本的间谍偷偷采购电子零件，转卖回国内，用来制作无人机和飞弹等武器，并用在乌克兰战场上。也就是说，俄国之所以能持续对乌克兰作战，有一部分要归功于日本。这题就来看看日本怎么会是俄国间谍的根据地？为什么日本多年来遭到外国间谍和影响力的渗透？政府又打算怎么因应呢？根据纽时报道，2022年2月份，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，西方各国在几个月内纷纷将境内的俄罗斯间谍驱逐出境，总数达到数百名。另外，也将特定俄国企业列入黑名单，也就是禁止国内公司与这一些俄国公司做生意。这样做的目的呢，一是让俄国更难搜集情报。二是让俄国更难取得制造武器所需要的零组件和设备，例如晶片、发射器、工具机等等。这些零件和设备常常是军民两用的。没想到，根据多名西方国家的情报官员说法，数十名被驱逐出境的俄国间谍后来出现在亚洲的日本。根据西方情报官员的说法，俄国成立一个秘密军事情报单位第20局，这个单位的军官会伪装成外交官或生意人，努力窃取或采购军事科技，并走私到俄罗斯。而第20局在日本行动的负责人，对外的身份掩护就是俄罗斯航空的员工。俄罗斯航空是俄国国营航空，虽然没有被日本列入黑名单，但因为无法取得必要的零件和服务，俄航在日本实际上处在停飞的状态。不过，这位假冒俄航员工的俄国情报人员在幕后联系供应商，寻找航空货运公司，并将军民两用的货品透过俄航的合作伙伴送到第三国，例如越南、中国、乌兹别克等等，再由第三国转卖到俄国。如此一来，就能够避开出口管制，让俄国取得生产武器需要的零组件。根据航运记录显示，日本是俄国敏感技术的最大出口国。那其实乌克兰从2025年以来就好几次知会日本政府，在俄国武器当中发现日本的电子零件。而今年6月，乌克兰总统顾问更直说，俄国对乌克兰使用的巡弋飞弹、弹道飞弹以及无人机，大约90%都使用了日本企业制造的零组件。被点名的日本公司包括日本电器、松下、东芝等等，而这些企业都否认有不当行为。换句话说，恐怕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把货品卖到第三国，再流入俄罗斯。那其实不只是俄国情报人员走私日本的科技，近年来还有很多情报外泄的案例。那日本怎么会成为所谓的间谍天堂呢？英国智库分析，背后有2大因素。第一是日本的相关法律规范非常薄弱，没有一部法案可以监控、防范和起诉泄密的公务员，还有外国间谍，还有登记外国代理人等等。那这也不是新的问题了。过去日本在1985年曾经想要制定国家秘密法来维护国安机密，但由于国家机密的定义太模糊，被批评可能会侵害言论或媒体自由，最终停留在草案阶段。那后来在2013年，日本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，针对国防、外交、反间谍、反恐领域中可能威胁到国安的重大机密，政府可以加强保护。那虽然弥补了情报安全，但对于重要的民间秘密，例如大学研究成果、公司的商业机密等等，却完全没有保护的作用。那在缺乏相关法律的情况下，即使抓到窃取情报的外国间谍，也无法严格惩罚。例如今年1月，一名俄国人伪装成乌克兰人，接近日本工具机厂商，企图套出商业机密，就被日本警方破获，但最终呢，只能以违反商业竞争法起诉，而且这一名俄国情报人员在落网前就潜逃出境了。日本之所以在情报战当中落后，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缺少一个中央情报机构，可以整合情报消息，应付跨领域的情报威胁。身为2战战败国，日本在和平国家的愿景下，始终没有成立一个中央情报单位，不像美国有中情局、英国有军情6处、以色列有莫萨德等等。
日本的情报体系分散在警察厅、公安调查厅、外务省、防卫省等各部会，缺乏横向情报整合，也没有更高层级的指挥体系，难以处理科技外流、认知作战、混合攻击等等现代化的威胁。那情报战力低落，沦为外国间谍天堂的困境，其实在今年初的日本大选中就已经成为议题之一。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竞选期间就提出要改革制度。那上台后，日本国会在今年5月底通过法案，成立由首相主导的国家情报会议，同时将内阁官房旗下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为国家情报局，负责跨部会协调，可请相关单位提供资料。那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打破现在情报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。那另外呢，还要成立一个单独的情报机构，暂定名称叫做对外情报厅，最快呢在2027年设立。纽约时报报道，为了这一个日本版的中情局，日本近几个月曾经咨询过美国、德国、澳洲等多个盟国，参考这些盟友在情报共享、处理网络攻击、打击商业间谍等领域的经验。那针对俄国情报人员走私日本科技到俄国的报道，日本官方长官木原忍不愿直接回应。不过木原表示，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安全环境，确实要更努力反制外国的情报活动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学者指出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亡羊补牢，积极改革情报体系，可能还是会面对几项挑战。首先是警察、外交、国防等不同部会可能会有派系斗争，争夺情报的主导权。另外，民众对于新的情报机构会不会侵害隐私权和公民自由，还是有疑虑，必须透过相关配套立法和国会监督来制衡。日本承担间谍天堂的名号已经几十年了，如今终于要努力翻身进行情报体系改革。学者表示，这是值得称赞的一步，但也仅仅是第一步而已。各位大风吹，我们下回见。上一期节目，洪子允留言问说，想请问汉威对中国最近水灾的看法和后续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消息？7月初，台湾在担心巴威台风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轻度台风梅沙先登陆海南岛，然后后来登陆越南北部，又进入中国南部，在广西、湖南、湖北连续好几天降下大雨，造成洪水、山崩、水库溃堤等等灾情，导致至少70人死亡。那其中广西灾情最严重，有200多万人受灾，至少39人死亡。那中国这一类天灾消息啦，通常会强调灾情有多严重，官方多努力救灾，而不会去检讨救责，也就是强调天灾但隐瞒人祸。可是呢，这次水灾绝对有可以检讨的地方。首先是事先预警不够，造成居民来不及应变；再来，像溃堤的六兰水库，明明主要功能是储水，却承受不住暴雨，那是不是平常没有落实防洪的工程呢？然后呢，官方声称救灾物资充足，可是社群媒体上去传出来，有些地方救援困难，物资进不去，还有灾民对救援进度不满，在灾区厕所门上写下"习近平下台"5个大字。那现在呢，洪水已经退了，但官方是否隐瞒灾情严重度，还是受到质疑。前面说官方死亡数字停留在39，这是7月9号中午的数字哦。截至7月17号都没有再公布新的伤亡人数，只有更新受灾人数啊、死亡的牲畜啊、受灾农作物面积、倒塌房屋等等。官方说这是因为统计伤亡人数、确认死者身份和死因等等需要时间，所以或许过一阵子哦，这场台风的死亡人数会大幅攀升，也不一定。好，如果你对今天的影片有任何想法或想问其他问题，请用汉跟你说这个 hashtag 来留言，我们就会挑一则来回应哦。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呢，继续做国际时事分析影片，欢迎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，每个月可以在社群贴文提问，我们会拍会员专属影片来回应。那如果刚好要上虾皮购物买任何东西，也可以点击画面上的链接来购买，对我们的频道会有很大的帮助哦。